你是不是也常常有这样的感觉？明明自己平时待人客气，处处替人着想，甚至为了累积福报，初一、15都坚持吃素，常常去庙里拜佛，可是生活好像也没有变得比较顺遂，反而常常觉得心里很委屈，越努力越觉得心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些人看似一生都在做好事、守规矩，最后却得不到内心的平静？甚至有些我们自以为是的善良与坚持，其实正在暗中一点一滴地折损我们的福报。今天这支影片可能会彻底颠覆你对修行和做个好人的认知。在佛教经典《楞伽经》里，隐藏着一个让人非常震惊的真相。在某些情况下，你坚持吃素，坚持行善，竟然比吃肉还要增加更多的业障，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佛菩萨在跟我们开玩笑吗？难道我们一直以来坚持的清规戒律全都错了吗？其实真正的答案藏在一个流传已久的佛门故事里。请你先放下手边的烦心事，深呼吸，给自己一杯茶的时间。接下来的这个故事或许能解开你这半生以来的纠结，成为你生活中最好的一帖解药。各位朋友，其实很多人在修行的路上，或是努力做个好人的过程中，都不小心掉进了一个陷阱。这个陷阱，佛家称之为着相，还有分别心。什么是着相？打个比方，就像我们在玩游戏闯关一样，每天死盯着荧幕上的计分板。今天我吃了一天的素，丁加10分；今天我捐了钱，丁加20分。我们不知不觉中把这些外在的行为当成了骄傲的资本。《金刚经》里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眼睛看到的这些形式、这些规矩，其实都只是一个壳子，一个帮助我们修心的工具。如果你死死抱着这个壳子不放，心里想着，你看我天天吃素，我多清高，那些吃肉的人业障多深啊，真的很无明。当你脑海里浮现出我比你优秀，我比你干净这种念头的时候，你的心里就产生了分别心。佛陀告诉我们，分别心正是一切烦恼和业力的根源。你以为你很努力在累积福报，其实你只是在喂养你内心那个不断膨胀的自我和傲慢。这种站在道德高地上去批判别人的优越感，反而比吃肉本身造下了更重的口业与意业。为了让你更深刻体会这个道理，我们来看一个关于发心与行事的经典故事。以前有一位老太太独自住在深山里的一间破旧茅草屋里修行。她没有读过书，也不懂什么高深的佛理，她唯一知道的就是每天从早到晚，一边搓着手里那串早就被摸得发亮的旧念珠，一边非常虔诚地念着6字大明咒。可是因为她不识字，把最后一个音念错了，念成了嗡嘛呢巴咪牛。虽然念错了一个字，但老太太的心思无比纯净。她念咒的时候，心里没有所求，没有想要发财，也没有想要活到100岁。她只是单纯的把整颗心都交给了佛菩萨。有一天，一位云游的高僧经过这座山。这位高僧读过无数经典，精通各种戒律。他在山脚下远远看到半山腰那间破烂的茅草屋顶上竟然散发着万丈金光，那光芒温暖而祥和，直冲云霄。高僧心想，这绝对是位了不起的大修行人，连忙整理好自己华丽的袈裟，拄着锡杖，恭恭敬敬地上山拜访。结果走到窗边一听，哎呀，老太太居然把最神圣的咒语给念错了。高僧心里的那份恭敬瞬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读书人高高在上的傲慢。他推开门，立刻端起架子，用一种纠正错误的严厉语气说，老人家，你这样念是不会有功德的，你把咒语念错了，
最后一个字是奴，不是牛。你这样瞎念了几十年，全都是白费力气。老太太一听，吓得手里的念珠都掉在了地上。她看着眼前这位庄严的高僧，心里充满了极度的惭愧和自我怀疑，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连忙说：哎呀，我这个没用的老婆子真是罪过，谢谢师父指点。从那天起，老太太开始按照高僧教的正确发音念咒，可是她的心里再也无法平静了。她每一次开口都在提心吊胆，脑子里想的都是我的嘴型对不对，我的发音准不准。过去那种纯粹、专注、毫无杂念的心全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焦虑。高僧心满意足地下山了，走到半路，他得意地回头一看，却当场愣在了原地，吓得浑身发抖。原本笼罩在茅草屋顶上的万丈金光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层灰暗浑浊的黑气。高僧这才恍然大悟，自己那种自以为是的纠正，那种建立在佛学知识上的优越感，反而硬生生地毁了老太太清净无染的发心。各位朋友，我们是不是也常常扮演这位高僧的角色？我们吃素了，懂了一点道理，守了一些规矩，就忍不住去指责别人，纠正家人。这就像那位高僧一样，形式上他绝对是对的，但他心里那份傲慢却熄灭了别人心中最珍贵的光芒。真正的修行是看好自己的心，而不是天天盯着别人的嘴。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我们生活中的某些时刻？如果你也遇过类似的情况，可以在心里默默点个头。接下来我想跟你讲另一个发生在夜半古刹里让人直冒冷汗的真实公案。夜深人静，古刹厚重的木门外传来阵阵冷风的呼啸声。一位年过70的慧明法师突然从深深的禅定中惊醒，他猛地睁开眼睛，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冰冷的汗水顺着他布满皱纹的额头一滴一滴地滑落下来，打湿了灰色的僧袍。刚才的梦境实在是太真实，太压抑了。梦里四周一片漆黑，只有一位穿着白衣、脸色苍白的女子站在他面前。那女子伸出冰冷的手指，直直地指着他的鼻子，声音凄厉地问：师父，您修行了50年，为什么您的业力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重了？慧明法师看着供桌上那盘冷掉的素菜，手指微微发抖。难道自己坚持了半个世纪的清修之路，竟然走错了方向？要知道，这位慧明法师可不是普通的出家人，他出家整整50年，严格守着戒律，别说是吃肉，就连炒菜的锅子沾到一点肉末或是荤菜，他都绝对不碰。他每天凌晨3点准时起床诵经打坐，寒冬酷暑从不间断，是全寺上下几百个僧人公认的修行模范。这样一位德高望重、无懈可击的老法师，为什么会在深夜满心恐惧与疑虑？这一切都要从3个月前的一个午后说起。那天，慧明法师独自一人在后山采野菜，山林里很安静，只有脚踩在枯叶上的沙沙声。忽然，一阵阴冷的风吹过，带来了潮湿的泥土味。紧接着，林子深处传来了一阵凄厉的哭声，那声音听起来根本不像是活人发出来的。法师循着声音走过去，拨开比人还高的杂草，只见一位白衣女子孤零零地跪在一棵枯死的老槐树下，哭得泪如雨下。她的身体甚至呈现出一种半透明的状态。法师双手合十，慈悲地问：施主，为何如此悲伤？女子缓缓抬起头，那双没有血色的嘴唇微微颤抖，眼神里满是哀怨。大师，我叫素心，我已经死了3年了，可是我的魂魄却一直被困在这片阴冷的树林里，哪里都去不了。慧明法师心头一惊，原来真的是遇上了亡魂。
他立刻盘腿坐下，正准备开口为他念经超度，素心却拼命摇着头，擦着眼泪说：大师，我不求超度，我只求您帮我解开一个心结。我生前非常虔诚，我坚持吃全素，为了不杀生，连田里的菜虫我都不忍心抓。我看着虫子把菜叶啃得精光，宁可菜园大欠收，宁可自己饿得头昏眼花，我也绝对不伤害一条生命。后来我听城里的一位法师说，吃得越清淡，功德就越大，死后一定能往生西方净土。我信以为真。回到家后，我每天只吃半碗白米饭，配上一点清水煮的烂菜叶，连一粒盐巴、一滴油都不敢放，就怕沾染了世俗的污垢。因为长期营养不良，我瘦的只剩下皮包骨，最后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了，就这样硬生生地病死在床上。素心越哭越伤心，声音在空荡的山谷里回荡。可是大师，您告诉我，为什么我死后没有去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些接引的佛光没有出现？我忍饥挨饿了一辈子，最后反而成了一个孤魂野鬼。素心的这番话让慧明法师陷入了深深的震撼。是啊，一个宁可饿死也不杀生、清心寡欲到极点的修行人，怎么会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到底为什么会这样？慧明法师仔细聆听素心的懊悔，原来素心在死后看见了让他无比震惊的一幕。他生前有一个邻居是个杀猪的屠夫，按理说天天都在杀猪宰羊，杀生无数，罪业深重，死后绝对应该下地狱，没错吧？可是素心却亲眼看到这个屠夫死后，天空中梵音缭绕，他竟然被金光接引，往生到了善处。这怎么可能？一个满手鲜血的屠夫，竟然比一个宁可饿死也不杀生的佛教徒结局还要好上千百倍。素心流着眼泪说：大师，我后来在无尽的孤独中才终于明白，那个屠夫虽然为了养活一家老小，无奈之下不得不杀生，但他为人非常善良，村里哪家老人没饭吃，哪家小孩生病没钱看病，他总是第一个出钱出力。每次杀猪时，他都心怀愧疚，不断流着眼泪念佛，把功德回向给那些动物，祈求们早日超生。反观我呢，我虽然嘴上吃素，一口肉都不碰，但我的心里却充满了尖酸刻薄的批判。我看到别人吃肉，就觉得他们愚昧无知；看到别人不信佛，就觉得他们业障深重，无可救药。我吃素根本不是出于对众生的慈悲与心疼，而是为了给我自己累积功德，为了让自己觉得我比你们这些世俗的人都要清高，都要干净。听到这里，慧明法师犹如晴天霹雳。这番话不正是他在梦中惊醒的原因吗？素心的身影在夜色中变得越来越透明，仿佛随时都会被一阵微风吹散。但在他彻底消失之前，他深深地看着慧明法师，用尽最后的力气总结了吃素反而造业的3个残酷真相。这3个真相就像是3把无形的利剑，彻底刺穿了慧明法师50年来引以为傲的修行盔甲，将他彻底打醒。而今天我把这3个真相原原本本地告诉你，也希望能打醒现在荧幕前那个或许正感到迷茫、委屈，甚至觉得心里很累的你。素心说的第一个真相是，如果你吃素是为了炫耀自己的修行，或是看不起吃肉的人，那你已经在造口业和异业了。各位朋友，让我们静下心来，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在现代这个社会里，我们是不是常常看到这样的现象？或者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曾经不小心掉进了这样的陷阱？当我们决定开始吃素，或者开始学佛、做善事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往往会升起一种隐秘的骄傲。我们会在跟朋友聚餐的时候，特意用一种很无奈、很高尚的语气说：哎呀，
你们吃这些肉，业障真的很重，我不碰这些的。或者在网络上看到别人分享美食，就在底下留言批评，说这些人没有慈悲心，不懂得爱护生命。你以为你是在劝人向善，你以为你是在弘扬佛法，但其实你的心里正在暗暗享受着那种我比你善良，我比你有修养的道德优越感。佛法讲究身、口、意三业，你的身体虽然没有杀生，你的嘴巴虽然吃着清淡的蔬菜，但是你的意念里却充满了对别人的轻视与鄙夷。你的嘴巴里吐出来的都是批评和指责的口业。这种心态就像是一个人穿着一身洁白无瑕的衣服，却站在泥巴里，不断地捡起地上的烂泥，朝着那些穿着旧衣服的人身上砸过去。你觉得这个穿白衣服的人真的干净吗？当我们为了显示自己的清高而去贬低别人的时候，我们所吃下去的每一口素菜都不再是慈悲的种子，而是滋养我们内心那个巨大自我的毒药。这种傲慢的意业比你单纯吃一块肉所结下的恶缘还要深重得多。因为肉伤的是身体，而傲慢伤的是我们的灵魂。素心留下的第二个真相更加让人冷汗直冒。他说，如果你过度执着于食物干不干净，连锅子沾到一点荤腥都要对家人大发雷霆，却忽略了脾气的修养，这就是舍本逐末。这段话真的是说到了无数现代家庭的痛处。说真的，我见过太多这样的真实案例了。有一位妈妈发愿要终身吃素，这本来是一件非常值得赞叹的好事，可是渐渐的，整个家却因为她的善良变成了气氛紧绷的战场。她要求家里必须买2套完全不同的锅碗瓢盆，菜刀和砧板绝对不能混用，洗碗的菜瓜布要分开，冰箱里的食材要严格隔离。只要她的先生或是孩子不小心用错了一双筷子，或者在夹菜的时候肉汁不小心滴到了她的青菜旁边，她就会当场大发雷霆，甚至把整盘菜直接倒进垃圾桶，指责家人不尊重她的信仰，指责他们业障深重。原本一家人开开心心吃饭的餐桌，变成了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大气都不敢喘的法院。孩子甚至害怕跟妈妈同桌吃饭，先生也宁愿在外面吃完便当再回家。各位朋友，我们停下来想一想，佛陀教导我们守戒律、吃素食，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培养我们的慈悲心，是为了让我们的内心变得柔软，是为了拔除众生的痛苦，带给身边的人欢喜啊！如果你为了坚持一盘菜的绝对纯净，却弄得家无宁日，让最亲爱的伴侣和孩子感到痛苦不堪，每天活在你的脾气和怒火之中，那你到底是在修行，还是在修罗？你锅子里煮的确实是没有生命的蔬菜，但你心里翻滚的却是名为嗔恨的毒火。你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盯着那个锅子有没有沾到猪油，却任由自己的脾气像野马一样失控，伤害了身边最爱你的人。这就是最典型的舍本逐末。你抓住了那一片虚无的叶子，却砍断了整棵名为慈悲的大树。一个真正有修行的人，他的存在应该像是一阵春风，让身边的人感到温暖和放松，而不是像一个严厉的纠察队，让所有人都对佛法敬而远之。最后，素心说出了第3个也是最致命的一个真相。他说，当你把吃素当成一种优越感，用饮食习惯来划分阶级，觉得我比你干净，我比你高级的时候，这种分别心就是一切痛苦和轮回的根源。这个真相极其深刻，它直接触及了佛法最核心的智慧。我们人类有一种非常可怕的惯性，就是喜欢把这个世界分成2半，对与错，好与坏，干净与肮脏，高尚与低俗。当我们开始吃素，我们就很容易在心里画出一条线，线的这边是我们这些吃素的、善良的、有修行的好人，线的那边
是那些吃肉的、残忍的、业障深重的凡夫俗子。我们用饮食习惯在自己和他人之间筑起了一道厚厚的高墙。我们站在高墙上，用一种悲悯却又带着高傲的眼神俯视着墙外的人。这种我比你高级的心态，在佛教里就叫做分别心。为什么佛陀会说分别心是一切痛苦和轮回的根源呢？因为只要有分别，就一定会对立；只要有对立，就一定会有冲突；只要有冲突，我们的心就永远得不到真正的平静。当你觉得自己干净的时候，你就一定会去嫌弃别人的肮脏。当你嫌弃别人的时候，你的心里就升起了烦恼。你每天出门，看到街上的烤肉摊，看到餐厅里大口吃肉的人，你的心里就不断地在升起厌恶、排斥和批判。一个内心装满了厌恶和批判的人，他怎么可能看见极乐世界？他所看到的世界，到处都是让他不顺眼的东西。这本身不就是一种地狱吗？真正的慈悲，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情，而是感同身受的理解。就像故事里提到的那个杀猪的屠夫，他杀生，或许是因为他没有读过书，或许是因为他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只能靠这门手艺来养活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他背负着杀生的业力，在红尘里痛苦的挣扎。一个真正有智慧、有分别心、已经放下的修行者，看到这个屠夫，心里升起的绝对不会是鄙视，而是深深的流泪与不忍。他会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无奈的因缘，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苦海里浮沉，没有谁比谁更高级，也没有谁比谁更干净。我们都是一样的，都是在这个娑婆世界里渴望着光明的众生。素心的这三个残酷真相，就像是三道闪电，劈开了慧明法师心中的迷雾。他终于明白，自己这50年的清修，虽然身体没有犯戒，但心里却长满了名为优越感和分别心的杂草。他看着眼前渐渐消散的素心，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这不是悲伤的眼泪，而是觉醒的眼泪。各位荧幕前的朋友，这三个真相是不是也轻轻地敲打着你的心？我们真的不必为了过去的执着而感到自责。修行本来就是一个不断看见自己、不断修正自己的过程。当你明白了这三个真相，你就会知道，真正的吃素、真正的修行，从来都不是在餐桌上跟别人钻牛角尖、比来比去，更不是在心里跟这个世界划清界限。真正的清净，是当你端起一碗素面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对天地万物的感恩，却没有一丝一毫对吃肉者的轻视。是当你坐在充满荤腥的聚餐桌上时，依然能面带微笑，用包容的眼神看着亲友，心里默默为他们祝福，而不是冷着脸让大家难堪。当你放下了那份我比你干净的执念，你的心就瞬间变得像大海一样宽广，能够容纳百川，能够洗净一切烦恼。这才是真正的修行，这才是真正的慈悲。听完慧明法师与屠夫的故事，你可能会问，那我到底该怎么做？难道我就干脆不吃素，不守规矩了吗？当然不是。慧明法师后来明白了，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真正的修行不是把你关在深山老林里，而是要在日常的柴米油盐里修炼我们的心境。外在的行为要符合戒律，但更重要的是内心的清净。在告诉大家怎么做之前，我想再分享一个佛经里真实记载关于发心纯粹的震撼故事。当年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位非常有钱、势力庞大的国王。这位国王为了向天下人彰显自己信佛的功德，下令点燃了整整1万盏最华丽的黄金酥油灯来供佛。那些灯盏里装满了最昂贵的香油，整个夜晚寺庙被照得灯火通明，犹如白昼，排场极其奢华壮观。
所有官员都在一旁大声赞叹国王的伟大。而在那一天，有一个穷苦的乞丐婆婆，叫做难陀，她衣衫褴褛，双脚因为长期走路乞讨而磨破了皮。她看着国王供奉的那1万盏金灯，心里非常向往，于是她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忍受着别人的白眼，好不容易才乞讨到了一枚微薄的旧铜板。她用这枚铜板买了最便宜、最粗糙的一点点油，点了一盏很小很小，甚至随时都会熄灭的瓦片灯，恭恭敬敬地供在佛前角落里。难陀婆婆心里没有想着要跟国王比排场，也没有想着要炫耀给别人看，更没有祈求这盏灯能让她下辈子大富大贵。她只是单纯地想着，我今生如此贫穷，全是因为过去没有种下善因，今天能有幸遇见佛陀，这是我唯一的机会了。她带着一份无比虔诚与感恩的心，点亮了那盏小灯。到了后半夜，天空突然乌云密布，刮起了一阵猛烈的狂风，那风势大得惊人。国王那1万盏华丽的油灯就在狂风中一盏接着一盏，全部被吹灭了。整个寺庙陷入了黑暗，可是唯独难陀婆婆供奉在角落里的那盏最不起眼的小灯，依然在狂风中无比明亮地燃烧着。火苗虽然小，却始终不曾摇晃，更没有熄灭。佛陀的弟子想去把那盏灯吹熄，却发现怎么吹都吹不灭，甚至用衣服去扇，火光反而越来越亮。佛陀看见了，便笑着对弟子说，这盏灯是用最纯净、最没有私心的一念升起的，就算你用4大海的水去浇，也无法将它熄灭。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国王虽然花了很多钱，排场很大，但他心里装的是面子，是傲慢，是功德的交易。婆婆虽然什么都没有，连肚子都吃不饱，但她心里装的是纯粹的清净与虔诚。你做一件善事，发心如果是为了优越感，那就像国王的灯，遇到境界的考验，风一吹就灭了。真正的功德从来不在于你付出了多少物质，也不在于你表面上守了多少规矩，而在于你的心有多么干净。各位朋友，听到这里先别紧张，我们不是要大家放弃吃素或是放下戒律，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为大家准备了3个你看完影片立刻就能跟着做的微小行动。只要你愿意尝试，就能慢慢找回内心的平静。第一步叫做餐前3秒钟的观心。不管你今天吃的是素食，还是因为应酬、家人聚餐而必须吃肉，在动筷子之前，请你在心里停顿3秒钟，问问自己，我现在是用什么心态在吃这顿饭？如果你吃素，请放下那份我很清高的骄傲，不要用饮食来标签自己。如果你吃肉，请在心里默默感恩这份食物，升起一份惭愧与慈悲，把心收回来，安安静静地吃一顿饭。第二步，戒除评判的说话练习。这几天，当你看到别人做了你不认同的事情，比如点了一大盘肉，或是生活习惯跟你不一样，你正准备开口说教、指责的时候，请把话咽下去，试着在心里把你怎么这样换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缘，我尊重你的选择。管好自己的嘴，不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别人身上，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慈悲，也是在为自己积累无量的福报。第三步，睡前3分钟的清空垃圾桶。我们每天在外面，心里都会不知不觉装满各种情绪、偏见，还有隐藏的傲慢。每天晚上睡觉前，坐在床边，闭上眼睛3分钟，想象你的大脑是一个垃圾桶，把你今天对别人的成见、对自己的不满一件一件的拿出来，清空它，告诉自己，今天的一切都过去了，我原谅别人，也放开自己。这3个动作真的很简单，你不必向任何人炫耀你在做这些事，只要默默地在心里练习就好。各位朋友，
慧明法师与素心的故事说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慧明法师在晚年常常望着后山的夕阳，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感恩。如果没有遇见素心，他可能一辈子都会困在那个自以为是的清高里，错过了真正的慈悲。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不也都在人生的这场大修行里吗？无论你现在是坚持吃素，还是因为环境只能吃肉，无论你每天能抽出来1个小时打坐，还是你只是个为了生活奔波，连安静坐下来5分钟都觉得很奢侈的普通人，请你记住，佛陀从来没有要我们变成一个冷冰冰、只会守规矩的木头人。真正的慈悲是带着温度去爱这个世界，去包容身边那些和我们不一样的人。不要因为一点点善行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也不要因为偶尔的退转或是守不住规矩就觉得自己罪孽深重，满心焦虑。放下那些折磨你的执念吧，用平等的眼光去看待一切，你会发现这世界比你想象的还要宽广，还要温柔。答案其实一直都在你的心底。当你愿意放下傲慢，用包容的心去拥抱他人时，那一刻你就已经遇见了最美的自己，也真正走在了脱离烦恼的路上。今天这支影片希望能为你带来一点点平静的力量。影片结束前，我非常诚挚地邀请你在下方的留言区留下一句善言，或者是一句简单的祈福。不管你是写下愿一切众生平安，还是简单的一句阿弥陀佛，甚至是为你正在生病的家人祈祷，让我们一起把这个留言区变成一个充满温暖与正能量的磁场。你的每一次善念，每一句祝福，都会在无形中化作最美好的福报，回到你的生命里。愿所有的朋友都能在喧嚣的世间找到内心的清静。我们下期影片再见。